罗杰一声大笑，开启25年传说。Road to Laughtale 第一期来了，海贼王休刊了，但没有完全休。随着 Jump 更新，每周都会有一期尾田未公开的草稿小册发布，编辑们会做一些资料整合，回顾一下之前的设定，顺便展望一番接下来的故事。和之前许多海贼王期刊一样，大部分是已知的信息，属于编辑整活的成分较多，其实算不上什么剧情暗示。比较有趣的还是尾田在人设草稿里流露出来的自我拉扯。我们逐个来看。Road to Laughtale 第一期围绕两代海贼王展开，先是回顾了各地罗杰人生最后的冒险，几个名场景一一再现。冲上空岛、水之都重逢、巨大桥王国、登陆佐屋，以及最后罗杰被悬赏，世人称为海贼王。这部分漫画也是整个和之国篇最精彩的一部分。虽然是回忆杀，但其实应该叫前传。编辑罗列了一条时间线，回顾了罗杰的一生，包括与金狮子的海战。不过罗杰与雷利相遇时的年龄依然没有透露，所以罗杰到底在海上漂了多久，依然是个谜团。到达拉夫德鲁后，罗杰得知了真相。在人生的最后，他做了几个重要的决定。首先就是解散了罗杰海贼团，自己一个人下船，并与陆九生下了艾斯。但在孩子出生前，罗杰就向海军自首了，并在处刑台上留下了那句经典台词：俺の財宝か、欲しけりゃくれてやる。探せ、この世のすべてをそこに置いてきた。这段剧情中还有一些小细节，至今没有答案，比如罗杰船上神秘的蛋是什么？20几年后，里面也许早就孵出了某个生物，却一直藏在大海某个角落。又比如，当罗杰从拉夫德鲁回来后，和香克斯说了什么，让他哭得那么伤心？这个也没有答案。不过我觉得，当时罗杰得了不治之症，也许香克斯希望在拉夫德鲁能够找到治疗船长的药物，可惜没有。下一页介绍与拉夫德鲁息息相关的历史正文，重新回顾了一番历史正文登场经过，从阿哈拉到和之国，有关这种神秘石碑的真相正在一步步揭开。罗宾原本是唯一可以解读历史正文的人，但光月寿喜烧已经确认尚存于世，所以光月家其实也可以解读历史了。对于草帽一伙来说，现在比较重要的是找齐4块红色路标历史正文。这里顺带一提，有不少小伙伴觉得3块路标就够了，其实这是忽略了海贼王世界的特殊性。最终小岛不一定是在海面上，还有可能是在空中和海底，必须4个点才能在空间中完成定位。26年前，也就是罗杰最后的冒险中，4块路标的位置是很明确的，佐屋1块，大妈1块，和之国1块，愚人岛1块。而现在，路飞他们已经找到了前3块，而原本在愚人岛海之森那块已经下落不明。编辑在这里给出了几个猜测：黑胡子所在的岛屿蜂巢，诺兰度曾经到过了维拉，以及巨人族王国艾尔巴夫。这几个岛屿都是目前这周中提到过，但路飞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其中艾尔巴夫的呼声最高，当然这部分仅仅是编辑的猜测，谈不上尾田的暗示。愚人岛曾经长时间受到白胡子的保护，如果说有什么人想要将如此重要的红色路标藏起来，并且也有那个能力做到，那就有可能是白胡子本人。罗杰下船后与白胡子有过一次见面，并告诉了他低智一族的秘密。白胡子应该也知晓部分玩屁死的真相，自然也很清楚这块红色路标的重要性，将它保护起来，不被坏人夺取也是顺理成章。而马尔科等少数核心干部也许知道老爹的这些行动，恰好马尔科现在就在和之国，也许会给草帽一伙指明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地。接下来就是洛克斯的生平回顾，依然是原有信息的汇总，包括他的主要事迹、神之谷大战等等，都是我们已知的内容。不过编辑将洛克斯单独拿出来整理，不禁让人对这个角色接下来的戏份充满期待。和洛克斯有关的剧情在漫画中已经多次出现，通过战国的回忆杀、凯多的回忆杀等等，我们都能从侧面窥探这个神秘霸主的过去。当年神之谷到底隐藏了什么奥秘，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悬念。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与接下来的剧情有关。这里编辑还放上了一张当年在恐怖三维方丈岛上出现的自称约翰船长的僵尸，现在可以确认他就是曾经的洛克斯海贼团成员。我们在很早之前的分析也有提到这个人物，据说约翰船长生前获得了大批宝物，想独吞宝藏，结果被自己的部下杀害。他的宝藏目前下落不明，但留有一个藏宝图，就是路飞从娜美手中得到的手环。这个手环后来给了巴基，不过巴基最后有没有找到宝藏还是个谜。编辑最后在角落里放上了黑胡子和洛克斯的照片，并指出黑胡子以洛克斯的名字命名了自己的战舰吉贝克之舰号，这个也是很早之前就公开的消息，谈不上什么爆料。关于这两人的联系，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细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翻1049话的分析。接下来就是尾田草稿公开环节了，第一期主要是草帽一伙与和之国的人物。回岛决战前，全员都换上了新皮肤，路飞穿上了黑色披风，更有大佬的感觉了。但在原来的设定里，尾田曾经设想过路飞头顶甲虫帽，佩戴常见的造型。讲道理，好像这个更帅一点。山这也有一个披风造型，看起来更加优雅了，也更像 CP0 了。回岛决战时的西装造型，不知道怎么总感觉有些单薄。弗兰奇多了一个手持大刀的造型，莫名更像机器人了。乔巴则多了一个人形态穿铠甲的样子，不过总感觉比例不协调，最后也没有被采纳。其他伙伴的造型和最终呈现出来的差不多。接下来是3船长登场时的分镜设计，尾田纠结了很多方案，最后才用了现在这个3名船长投向大同框的方式来表现。个人认为这也是整场大战中最有冲击力的镜头之一。路飞这个服帽者的动作也成为了经典。尾田还设计了娜美和罗宾一套和服造型，
娜美在和之国大部分时间是以女忍者造型登场的。原本桃之助还有一个和娜美的互动，看到娜美穿和服后，指定要娜美来照顾自己，被娜美反问你有多少钱。罗宾的巨人开花与后来绝杀玛利亚的恶魔造型其实都是同一个创意，造型也差不多。这里罗宾的巨人还没有被打上洋葱。接下来是武士们的一些草稿。玉田相比正式版也有另外一个造型，看起来更像是一名烂人。故事线也有一些变化，原本是设计光月寿喜超切腹自尽，终年62岁。不过看来尾田又觉得寿喜超对剧情推进有帮助，又保留下来了。而桃之助28岁的造型也是一开始就想好了，眉目之间与玉田非常相似。乙藏和小菊兄弟在草稿中也是以美人的形象出现，小菊还多了一个丸子头发型，我竟然觉得比小紫还要好看。赤曜九侠的设定也经过了多次修改，原本是和之国的7恶人，包括了康石安、警卫门、传次郎、雷藏、和松、阿修罗童子以及飞彻等7人。你没有看错，天口上飞彻原本也是其中一人，外号风之飞彻，同样是一名断刀匠。所以飞彻这个角色尾田确实经过了不少纠结。传次郎原本的外号就是瞌睡，这7恶人的设定大概是和之国版的七武海吧，估计是后来加入了佐屋与光月一族的联系，安排了猫狗加入，组成了赤鞘九侠。按照原本的设计，从和之国逃离出海寻找盟友的武士也有所不同。除了警卫门以外，另外几人并不是九侠之一，还有一个长得很像二代火影的。4个人身材差不多，且都是比较严肃的造型，站在桃之助身后，还真有一种专业团队的感觉。后来的正式版里换成了看石郎和雷藏，外形也多了一些趣味性，看起来没那么严肃了。双月跟三郎最初的设定则比现在要正常许多，更像是双月牛丸的老年版。跟三郎在介绍妖刀的时候提到有刀能够吸收剑士的力量，这个设定也就是后来的研磨了。但在正式版里，跟三郎只是隐晦的提到那把刀拥有地狱大王的名字，是索隆自己将它与研磨联系起来的，相当于多了一个索隆顿悟的剧情，也更加合理一点。这一期的末尾是双月牛丸的草稿设计，与牛丸一起被关在山洞里的另外2名武士雨月天妇罗和风月玉洁，名字都是食物，造型上也是参考了他们所对应的食物。和之国角色中有不少这样的谐音梗，例如玉田是关东煮等等。以上就是 Love to Laugh Tale 第1期的全部内容啦，虽然都是原有信息，但不知不觉还是聊了不少内容。这个系列作为注重章前的回顾，其实更多是已有线索的汇总，没有什么新的重要内容。毕竟编辑不可能代替尾田在漫画以外的地方剧透，可能是休刊期间的额外读物吧。那么我们第2期见吧。